一支枪从身后顶住男人，而在他身边还有一名同伴，但士兵没有发现。这是1940年的2战，那时的罗维被德军占领，12名战士被送往罗维执行名为红色马丁的行动，任务是破坏德国的机场和设施。他们乘坐载满巴登炸药的船在罗维海峡穿行，但在任务途中不想接头人是个内鬼，提前通风报信。他们在半路被德军拦截，一人被枪杀，其他人全部被俘。而路德躲在石头后面，他趁着士兵不注意准备逃出去，可惜还是被发现了，所有人追了上去。路德掏出枪进行反击，但天气太冷，枪被冻住，他只能在石头上敲碎，然后上膛击毙了2人。没跑多远，他们一枪打中了路德一个脚趾，血液不停地流，染红了雪面。士兵循着血迹一路追踪，路德为了摆脱他们，改变足迹的方向，走在岩石上，暂时躲避了追兵。晚上，搜捕队还在追捕，他们在空中放了几个照明弹，整个雪面被照得通亮。路德无处可藏，只能躲进0度的海水。一名军官将手伸进水里，冰冷刺骨。他觉得路德不可能活着，但他却成功地游到了对岸，全身被海水浸透，寒冷瑟瑟发抖，被一对夫妻救下。这边刚才被俘的10人正被德国长官核对身份，却发现少了一个人。另外一个军官告诉他，水很寒冷，他不可能活着。但长官却说，只要没有尸体，就表示他还活着。他不允许有人从他手里逃脱。于是他们开始对周围区域进行地毯式搜索。接下来就是对这10人进行酷刑拷打。他们被烧红的钢针穿进手指，逼问他们行动的目的。但几轮拷问下来，他们只字未提，没有人出卖自己的国家。眼看问不出什么，德国军官将他们拉到外面准备处决。而在处决前，这些人唱起了国歌，或许这也是对纳粹的一种反击。路德逃跑后来到一户人家，他们给路德换了单的衣服，处理了脚趾的伤口。他从户主口中得知了几名同伴的处境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路德非常悲痛，他暗暗决定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，为了战友，更是为了挪威。路德准备逃去瑞典，因为瑞典属于中立国，在那儿会比较安全。他找到一个可靠的接头人，用船将路德送到海峡。岸边水浅，船只无法靠近。考虑到路德脚上有伤，胖子直接跳进寒冷的水里，扛着他和物资走到岸边。一个变态军官在冰天雪地将丈夫的衣服脱下，让他泡在寒冷的水里，然后开始计时。不到1分钟，丈夫就扛不住了。接着他脱掉自己的衣服，走到水里，拿起手中的怀表开始计时。但即便是他，也仅仅只坚持了10分钟。看来真的没人能游过海峡。而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为了证明逃跑的第12个人没有办法活着离开这儿。无奈长官只能在报告上将11人改成12人，但是没有看到尸体，他始终不放心。逃亡的第7天，路德来到一个德军关卡点，他有意想要避开他们，可不小心摔倒，起身准备离开。这时他被德国长官叫住，路德以为被他们发现了，结果长官只是还他帽子。离开没多久，长官慢慢回忆起了刚才那人就是他们要找的第12人。他立马派了一架战机追踪过去，看到飞机，路德奋力地向前跑。他们对着路德不停地射击，子弹没有打中他，但是声音引起了雪崩，路德被卷了进去。飞行员在上空盘旋了好久，觉得他没有生还的可能，就离开了。可路德又一次奇迹般的活下来了。他身负重伤，一点点刨开冰雪，从里面爬出来。等士兵过去搜查，只发现了破碎的滑雪板和一个背包。路德蹒跚地走在雪地上，他现在濒临极限，就连眼前的小沟他都过不去。衣服被打湿，结满了冰。他一步步走到山下，闯入一个农户家。路德看见桌上的食物，他扑上去狼吞虎咽，但不久就昏倒了。马吕斯兄妹看到路德，将他救下。他们把路德藏在库房。这天，搜查队追到这里，他们四处搜查路德的下落。听到动静，路德躲进草堆。长官走进库房仔细搜查，眼看就要被发现。这时他的纳粹勋章掉了，长官弯下腰去捡。相比搜查而言，荣誉和声名更为重要。之后搜捕队就离开了，路德再次躲过一劫。但这里不再安全了，两兄妹又将路德带到一个偏远的小木屋，给了他充足的食物，还给他留下一瓶酒让他暖身子，说等他们想到能带他离开的办法后会过来接他。晚上路德被受伤的脚趾痛醒，他解开包扎带，发现脚趾已经坏疽，而且开始往上蔓延。如果不能得到救治，他随时都会死掉。于是他拿出小刀和酒，先给小刀消毒，然后喝了几口麻醉自己。他忍着剧痛切断坏死的脚趾，痛苦挣扎了许久，2根脚趾被深深切下。逃亡的第26天，马吕斯找到了去瑞典的接头人。他回到小木屋，准备用雪橇将路德带到指定位置。为了不被发现，雪橇是零碎部件现场组装。路德被带到山上，藏在一个石头后面，等着接应。但几天后，一个陌生人找到马吕斯，告诉他接下的位置没有看到路德。原来他们把位置搞错了，接应的地方应该是欧姆亚历山，人却被送到了欧姆亚基山。他们赶到山上，抛开积雪，看着路德已经一动不动。就在觉得他死了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动了。
寒冷的雪地，他在一块石头底下藏了4天，只是为了等来接应。但他们发现位置弄错了，几人重新回到山上。好在他还活着，马吕斯重新给他做了标记。过了几天，杰特热尼格终于来了，他把路德接走，但碰上了暴风雪。等路德醒来，发现他在一个山洞，得知自己还在挪威，他情绪激动，因为暴风雪的原因，他们只能折返回来，而且德军加强了边界的守卫，现在根本出不去，只能再找新的机会。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，路德在这个山洞养伤，不停有人给他送去吃的。在挪威人民的帮助下，路德的伤势得到了好转。5月17日是挪威的国庆节，他们给路德带来一块蛋糕来庆祝这个特别的节日。做蛋糕的鸡蛋和奶油是挪威人民给的，尽管已经被德国人搜刮过4次，而国旗是一个8岁的孩子画的，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爱。现在路德心里很清楚，他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，他必须活着，只要活着回去，就能击溃纳粹军队的心理防线。挪威人民需要这样一个奇迹。这天，杰特热尼格偶然得知，1年1度的驯鹿迎来大迁徙，他们可以利用驯鹿作为掩护，穿过边境防线。逃亡的第63天，路德被带到驯鹿群，他们将路德绑在雪橇上，然后驯鹿拖着他在雪地飞驰，驯鹿群成了天然屏障。德国边防没有发现路德，而马吕斯兄妹这边，他们将围巾纳在小木屋，如果被德军发现，他们全家都得丧命。2人决定返回处理掉落的围巾，但搜捕队也追到了这里。长官在屋内发现了一个断掉的脚趾，兄妹俩被抓起严刑拷打。而就在这时，绑在雪橇上的绳子松了，雪橇被当场掀翻，这引起了德军的注意，他们准备上前抓捕。路德用手抓着地面，推着雪橇滑行，掉到前方一个坡地，他颤颤巍巍拿出手枪，准备结束自己。突然，他的脚被绊了一下，那头驯鹿折返了回来。路德看着机会来了，他抓起绳子固定在雪橇上，另一只手紧紧拽住，然后扣动扳机。驯鹿被枪声吓到，拖着雪橇飞奔而去，冲出了德国边境。这边长官得知路德已经逃出边境，他瞬间失色，对他来说，这是一次严重的挫败。在这场军人与军人之间的较量中，他输了，而马吕斯兄妹却流出了胜利的眼泪。当有人接应路德时，他仍旧紧紧拽着绳子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胜利。3个月后，路德回到英国，将秘密情报交到长官手里，所有人向他致敬。这是发生在二战的真实故事。一支12人的秘密小分队最终只活下来1人，而另外的11人在被纳粹严刑拷打下，始终没有透露一个字，为祖国的胜利战到最后。之后，路德继续训练新兵，直到挪威解放，而他于1988年去世。按照他的遗愿，埋葬于曼德伦，和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在一起。